如说我们这边人有生病了嘛，生病了去医院的话就治不好嘛，那就驱魔，对，就好了。
와, 다 커다.哎，发现你这一定要给点。哦。过个。你这。可以啊嘛。那电话怎么就没有？这是几路？对着过来吧。啊。哦，老师，我现在给他好吃了，来个看嘛，这多没有嘛，这多没关系。那大家就搞什么，都会比这个。哦，老师了，好吃了，我这个现在也是对他的有空，我们对对真的是对。哦，老师了，好吃了，我看对这些对这里对你们对，呀，那么是对这三的对那个。我搞懂了，那对过一个啥对的。다 디지사이클 내내는 아리 저기 뭐지? 그래도 김에 질 매지기 매지기 안 되고 안 돼. 여자라는 거 이게 이거 내도 와. 저거 야 이거 야 내라 아 그래도 아니 그거 키워지 여보 소리 이봐
东北。哦，去东北去那个杭州是。是不是那个？哎，公布我是来这考虑走。哦。我今天去个拉这个。好。我等着是，等那个，我这个你赶上路，我家里等你们更加低了，那个看了下去，我看了，还是看了，对对对，哎，对对对，看了。هلا انا كم بالله كده通缉犯，我是。通缉犯也带着黑色的。不是，现在啥子颜色都有嘛，更新了嘛。嗯。往上递。你这个有点酷哦。我下面也穿的是这种。来，我看一下。来。你确定吗？确定，来。脱了，那我。脱吗？脱吗？我就落地哦。落地哦，我看到。哦。你姐姐在哪儿吗？她姐姐身材好，我姐姐在木船上的，身材好到1.5米的身材，放300个牛，然后又漂亮，又能放牛，放300个牛啊！然后我给你们两个，那个150头牛嘛，你们俩自己放嘛。真的假的？真的啊，你给我，你让我来帮你放牛吧，是。啊，你有可能不对他好，要在视频点到我，视频我真的好。对，我这有视频为证的，到时候你别不承认了。姐夫，你来拿了点。哎呀，姐夫过来了哦。姐夫过来。你看那快点叫他姐夫过来了。我女朋友没有准备。
漱口。我站这儿吗？干地产。手机你那个后背吗？快了，今晚上是我们的哦。也跟那也记着了，就那个叫俺们别动。我了，也记得是。有点紧。这个老头。哦，这边。哎呀，那这一个人，我的，干嘛？你这只要他有这个。
他爸爸里头这个长得多。哦，日久了，那头对个，也是前几头去家的，敲门过来我过，这回没得那几头走，我那包米都包不过去。这个是我在。爸，今天多少几家？那你们现在对这个信仰怎么看呢？我对信仰，你们这代人我对信仰，我对信仰是充满了好奇的。好奇的，啊，对对，好奇。但是和老年人那种是不一样的，是吧？老年人这个现在跟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思想、信仰就根本不是一个性质的。那确实是。啊，对对对。信仰我觉得也是分很多种的，有灵活的运用。我觉得信和这个东西还是要。对，那肯定是嘛。不能太死板。确实不能太固执。就是。对信仰还是有那种书风自如。对，你说的非常道理。道，我就觉得。信那种信那个太重的话就是迷信了。对。不能太投入。那肯定嘛。必须还是有那种半信半疑，还是那种合法那种也分善恶，好与坏。对。是与对错都是要靠自己心里分辨出来的。对。但是我们那种永州板桥的那种客户。当地还是有那种信仰嘛，对，我们还是血脉相传的那种，一代代还是要传下去。对。我们哪天说还是不能那种背叛自己的信仰。现在我是不是听老年人那些担心的就是现在大部分年轻人一般都要接触互联网，对自己的那种民族那种信仰越来越少了。一般读大学的就外头都工作了。要继承那种信仰的传承主义现在不多了。对。未来还是对自己的血脉相传还是比较担忧的。我觉得这个还比较重要，是吧？你文化嘛。我说，你们家现在有好多斤牛吗？就200多头嘛。200头嘛。200头，如果你每年会要卖好多牛呢？那都120头就卖个80头嘛。120头卖80头。200头卖多少头呢？200头的话就是80头嘛。80头嘛。像80头牛能卖多少钱嘛？大概？80就是按照去年子的话，平均的话就是5-6千嘛。5-6千嘛。就总共加起来能有多少钱嘛？总共加起来的话，就今年往年子、昨年子一样的话，就是48万多嘛。48人，一家几口人嘛？一家6个人嘛。6口人。那就到那这都带着。我这也到。好嘞。这哪接的这就哪？也就。你第一个是你跟我这是举一站子的。一般到成都啊，还是那些外地去的话，有点很那种好耍。就有点往返是吧？像做梦一样是吧？就像你看到的，就周围的那种环境也是很那种奇妙的，没看到的东西就反而就觉得很喜欢那种新鲜感有嘛。对，那确实是一种新鲜感。但是我在这种村子里没见过啥子高楼大厦，还有说的美女那些，城市里都巴适得很，光看着都舒服得很哟。确实，城市美女很多。对嘛。看到好看的东西，可以让自己的兴奋起来。对，这个东西。对，那确实是。你是每年都来看一下爷爷吗？对。夏天的话，因为要去牧场嘛，所以一般只待个1-2天。但冬天的话，我可能有空待个10天左右。每年都来。他算是你的师傅还是什么的？不是师傅，就是一家人。你们是亲戚吗？对。难怪。对。
就说一个僧人说他被选定活佛之后，就寺庙的话，他会给这个活佛会更好的一些待遇啊，包括一些生活保障啊，会吗？他说，在寺庙这边的话，就是活佛和和尚，可能你说那个待遇，可能相差最多也可能就5块10块左右，只差这么点啊？就只差这么点，就没有待遇。但是如果不是，比如说有个人家里有人去世了，要去做法嘛，不是会请和尚啊、喇嘛这些嘛，那个去世之后，他们的家人就会有差别待遇，可能和尚给的少，然后可能给的更多，就这种，就是他们会有那种，在寺庙就不会会是，就相差特别少，可以说没有吧。对，因为他自己修行嘛，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思考过自己，就是说，因为随着年纪，对死亡有没有什么恐惧，或者说，或者还是抱着一个平常心这样。他不恐惧，说的是。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直在做善事嘛。对。就我们讲的不是那个你前世今生来世嘛，你这辈子做的善事多的话，那你死了之后，你还是会就是会除非你在下辈子再生的话，你可能就是真的都是好的呀，所以你对死亡没必要恐惧。如果你这辈子做的坏事那些多的话，那你下辈子可能就就是可能过得不好嘛。但是他们就是一直在做善事嘛。对吧？一直在做善事，然后就也没有伤害别人那种。那他们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做的善事也多，也没有伤害别人，也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到了别人，那就是下辈子，但肯定就是我们不讲那个因果关系嘛，就是你这辈子做了好的，你下辈子肯定是好的嘛，这种，对吧？然后他说这样想的话，就只要自己就是这辈子做了好事多，然后也不伤害别人那种，他觉得他就没什么恐惧的，他说的是。因为他闭关他是不见人的嘛，就不出去嘛。就是万一说身体有什么疼痛，是万一说感冒什么的，或者说其他的什么，手受伤了，他会用什么办法应对？他说就是不是会生病嘛，就是生病这种就是那不是有鬼神嘛，就是他们在作祟，说的是，然后就是你比如说你生病的话。然后，就是比如说有些鬼，他就喜欢喝我们的那个血嘛。然后，比如说我们受伤了嘛，那可能就是他们要喝血，然后就你受伤了嘛，然后就等于你把你自己的血就是献给他了嘛，就是献给那个鬼了嘛，然后你就会好。然后，比如说你身体的疼痛，他说的是都是那些他们在作祟，然后我们教育我们的身体就是要给他们做施舍。做施舍，比如说我做施舍，施舍就是给他们嘛，就像给乞丐施舍那样一样。比如说我手疼的话，那就说明就有个人就喜欢我的手嘛，
可能他需要他，然后他们有自己那种念经的那种说，就有那种然后就是说你需要，比如说你受伤了嘛，他们有念经，就说你需要我的血的话你就喝吧，就是那种，然后他们喝完的话，他们自己就走了，然后病就自己会好，他就喝饱了他就走了。刚刚爷爷就是老师傅说就是他感觉疼痛的时候，他通过念经就把那些怪物给驱走了。那这是唯心主义算不算？是。算。是。唯心主义。算吧，就比如说我们这边人有生病了嘛，生病了去医院的话就治不好嘛，那就驱魔，就好了。哇，那就是也是自己内心的那种，对，心理暗示。我觉得有时候心理暗示它其实也是很重要。对，蛮起作用的。对。是吧？那如果是真的像物理上真的疼痛呢？就是那也是靠念经，然后它就真不疼了吗？比如说你真的是受伤了，你真的有个口子，这个不需要就是去，比如说简单的处理包扎，你就纯念经吗？不会吧？他们应该是忍着吧，然后过段时间就会自己不是愈合了嘛，然后他们就以为自己把那些都施施给他们了嘛。哇，这也算苦修吧？就是忍着痛。他在一个长修的苦修状态中啊，他的听觉，就是触觉、视觉，就是感知世界的方式和以前有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说没有苦修之前和苦修之后，他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有没有改变？就比如说，就是不是去闭关嘛，然后修行的话就是为了提高自己那个怎么说呢？提高自己的那个智慧嘛。然后就是提高自己的智慧，然后就是让自己看到事物就不一样嘛。就比如他举的例子，就是以前他没闭关，就是他不就是还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很懂那种智慧之前，他就不吃肉嘛。他不吃肉嘛，他那时候可能觉得不吃肉可能就可能我不是刚才跟讲了嘛。他可能没有那么觉得，然后他出来了，然后里面闭关了，然后不是修行了嘛。然后之后，然后他出来就看到别人在吃肉嘛，不是他看到别人在憋笑，然后憋在这里吃肉的话，他就会觉得那不是生命嘛。那本教里有一个叫做自然智的一个词，我不知道。自然智啊？对。自然智是什么？哪个智？智慧的智，自然是大自然的自然，智慧的智。就是有些人天生。就是有一个词叫做自然智，就是修行的某种状态，好像，就是，但是藏语我不知道怎么说。他说有这个的话，这个自然智的话，他说不仅是人、动物，那些虫都有。他说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但是这个不能说，除非自己的上师就是给自己指路，然后自己真的那个了，不然这种事情不能说。就是说也可以简单了，但他说不能说。对，就是不能说，要自己悟到，是吧？对。是。但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有。但我找不到。对，除非自己有很伟大的上师，然后给你指，然后你自己修理就可以了。不然不能说。他说那个大圆满也是在讲这个。对，我知道，因为本教大圆满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然智嘛，自然智。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能讲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就是不能自己，如果本教里面要苦修的话，就不能自己一个人就去，必须要找一个上师引路，是吧？你是不是读研2啊？在？你是什么专业的？法学类的。啊，是法学类的。好厉害！你都毕业了，我都不想快点毕业，真的是。妈呀，好痛苦！你读3年还是2年？3年。那是学硕。对。我夏天一放假就去牧场了，然后这个假期都没有信号。牧场一点信号都没有。没有，只有一个山有，但是那个只能打电话，就是电话打了以后断掉，然后又要打又断的那种。那你怎么跟爸爸妈妈联系呢？爸妈就在牧场。一起的。那你不跟朋友联系了？我牧场就是我放假了就跟他们说断联了，拜拜，我要去牧场了。哇，那你同学就是不是说大部分都是藏族人是不是？我们宿舍的话就有3个人，就我一个藏族的，2个是汉族的。
他们也觉得啊，你没有信号这种，知道吗？对，我就是来这儿没信号2-3天，我觉得有点焦虑，因为就是觉得跟外面没有联系了。原来你们1整个月都没有。没有，我上山的话就没有信号，什么消息都收不到，但也习惯了嘛，从小就这样嘛。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其实。除非就是那些有些重要消息的话，就让朋友帮忙弄一下那种。对，学校这种东西，对，导师也找不到你。对，上去的时候就跟朋友说好了，然后就消失了。那你组会也不用参加了啊？组会也不用参加。我们假期没有组会。这么爽。我室友他们就假期就有。对啊，好，看来跟导师有关。对，因为我们导师他有2个孩子嘛，他比较忙好像。哦。就他管我嘛，不然我完了，我在木川怎么办？你跟导师我在放牧。对，我没有信号。然后只能翻翻照片，以前的照片，翻翻聊天记录。就是这样，坐飞机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信号，我几乎这个假期我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都翻遍了。你是刚从那个放牧区回来对吗？我早上就是从那边来的。也就是说之前你一直在放牧。啊。整个暑假，今年8月了。你几月放的假？7月。对，7月端午去的。天哪！吓死我了，真的。因为家里需要帮忙，不然就很忙。对，因为我帮妈妈挤牛奶嘛，她就手也疼，然后年纪大的话，就没办法。那你的姐姐还有弟弟一起帮忙？不是，我弟弟才刚毕业，他在那个上培训班，要考公的嘛。然后我姐姐在牧场上，她嫁人了，所以只有爸爸妈妈我们3个人。原来你们藏族人也要考公？肯定噻，我毕业了还是要考公的。啊！我以为只有我们这人就是考公考编，原来你们也要考公。对，肯定啊，不然我们怎么办哦？除非去放牛，放牛的话还是家底是有的，但是不想放，好累，好累也不是好累吧，但是还是觉得考公比较好。好吧。对。我以为就是你们就是会回归大自然，就很自由的感觉。我对你们这种一直这样的印象，没想到也要卷。对，也要卷，可不是嘛呀。但有些人可能对考公主不感兴趣的话，他们放牛的回去的也肯定有是有吧，但看个人吧，这应该也不能100%说大家都考。这经济也种子。나를 놓고 갔어. 아 그때 내님한테 이제 다시 뒤집기는 또 잡기는 줄어. 계기할까. 너 때문에 체질 사더라. 어디래? 왜? 그래도. 그래서 아들 맞춰서. 내가 这就是八字真言的8位佛是吧？对，这几个一起来就是把这真言的代表。一共8个。一共8个。哇。예, 사, 레, 드, 우, 마, 즈, 예, 사, 레, 드. 哇。这上面有那个汉字。第一个、第2个就是父亲和母亲，对，其他6个就是对应了一个轮回。就6道轮回就对，其中一个轮回吗？就对应了1道。另外2个就是然后就是从那个6道轮回中解脱的对应一个，就是我们修这些终究就是修的就是从6道轮回中解脱嘛。我们学的是解脱之法嘛。然后这个就是对应的每一个从每一个道里面解脱的神，就是类是吧？是类，这个是从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对。这个是阿修罗道。这个呢？这个是耶。右。耶。耶，这个是。第5个。
1、3，这个是3，四，这个4啊是吧3。 ？3。它们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颜色从这个到哪里都是不一样。哦，对。那颜色有什么含义吗？就是代表的有没有不一样？都要那个收起来有点麻烦。这个呢？也很麻烦。就是瓮是吧？马的，这个是马。这个是慢。哦，这是慢。马，这是焖，这个是么，这是梦，哦梦。哦梦。瓮是这个。这个是瓮。我代表就这个。马呀，弄到家办的，咱马得这个得呢，这个。瓮就是。这么写。哦，原来是瓮。对，刚刚还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野生动物。对，但我不认识它。你先走走。走吧，你先走前面。你拍到没有？哦，拍到了。就是长，又长又正。对，这个有很多年了是吧？猜不出来是吧？草莓。啊？野草莓是吧？哎，这里样子的，这边咱们过也这个给。那个给，我们还记得了。这个路太窄了。对。大的2个兄弟，他们家有3个和尚。他们家里3个和尚。他们家里有几个孩子？就3个。3个不叫。哦。有个小的是他们的侄子嘛。哦。大的是他们是4兄弟好像。4兄弟都当了和尚。4兄弟，但是当了2个和尚嘛。哦，有2个就没有是吧？哦。再一个是他们的侄子嘛。哦，一个是他们侄子。进这里面要脱帽子是吧？啊。进这里面把帽子去了是吧？哦。那是孙子嘛。哇。你今天画这个鼓是吧？哇。大个。就上次我拜神的时候，我看那个师傅他敲了个鼓，很小，也是这种鼓吗？咚。对。咚。咚。这个大的很，声音也大。这个鼓是用什么做的？这个刚才那个背下做的。哦。背书做的是吧？那上面那个皮呢？皮是牛皮。哦，牛皮是吧？像你们这边拜师的话，它是怎样一个流程呢？拜师啊？拜师也有各有各的方法是不同。我们是对很信任他，所以说有什么需要求法，都是为他的为主在办的。你17岁的时候是不是在当和尚是吧？对，我11岁当和尚。你11岁当和尚？你当了多少岁的？20多年吧。你当了20多年？30多岁是吧？31、2岁好像是还俗的。哦，你31、2岁还俗的。
那你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个能说吗？就是那个不好说。不好说是吧？因为我还好奇，因为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谈恋爱的？对。哦。因为遇到我的老婆嘛。哦，你因为遇到自己老婆。就和那个仓央嘉措是吧？对，仓央嘉措也是。对。当和尚不能谈恋爱嘛。当和尚对不谈恋爱。所以谈到了就没有资格嘛。就谈到了就是没有资格。就戒了犯了噻。就犯了戒是吧？就转换所。就像我这些3线2线就把自己的人生毁了。这也不算把人生毁了吧？对学佛来说可以说是毁了一半。对，就是对你们来说，就是说当和尚当到一半还俗，就算是把人生毁了一半。对。这就是一个龙嘛。一个狮子。边上就照着这个花是吧？哇，像雷声一样。这个也是古老的。这个是后来编的吗？我就说嘛，为什么本教里面会有这种龙这种？这个倒不代表什么，只是好看是吧？好看，就包装这个竹子用的。竹子是老的。竹子老的是吧？我就说嘛，因为以前那知道吗？皇宫喜欢用这种龙的是吧？黄色的。龙这个反正都在用吧，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对。都在用，我们就壁画画的话也有很多龙。对，壁画也有很多龙。这个也应该是画的龙吧？龙和那个狮子吧，应该是。现在都看不到。现在对这个现在也不用补了是吧？我觉得这个不补好了，这样比较。对，这个我觉得不要去补，反而这种更有那种古朴的感觉。对，古朴感，补了那种太新的就没那种感觉了，是吧？就是那种历史感，完美，太酷了。天呐。那中间有个容积是叫啥呀？反正，里面要放个东西嘛。我知道。光做那个佛像不行嘛。对，里面有那个经文。对。是吧？那有个那种雍中切像知道吧？他手上拿的那种。我知道。这有个古老的，以前从西藏那边带过来的。说是。就是那种原始本教传过来的是吧？对，他手上拿的那种，然后他身体里有那个放了那个。放了那个是吧？现在还在是吧？现在还在。哇，那个就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珍贵。经文我给你看一下。这些是比较古老的一些。哇。这些经书。甘珠尔这一部分。这些都是手写，这一部分是手写，就对面这一部分手写。那么现在就是说，在当代这些东西你们会拿出来，就是说全部把它读完吗？还是说去翻译出来？现在的话很少用这一部分甘珠尔都一般不会用。如果他们需要翻译的话，这个应该不简单。确实，这个首先他要读懂这个意思。对。要完全的读懂。对。这个很难懂，说真的。这书是像这种甘珠尔的话，就有1万多年的历史。是登巴西绕，
他传承下来的。1万多年历史。然后那时候的思想跟这现在的思想都不一样，是吧？对，现在像，如果说是你们读的话，这个如果说要读懂的话，难不难？我们一般人一看是读不懂的，要教是吧？上课，我们一般僧人上课都是在讲解这些，讲解上面的是吧？讲解这些，就像以前学过的一些师傅他们在教，这样的话会懂。下面的是不是更古老？下面这些一般都是念经用的，念经用的。上面这是甘蔗，下面的不是甘蔗，是后来的那种。这样都不能吃肉吗？都可以。那为什么昨天那个活还不吃？那个是这样的，按原理来说是不可以吃的。按那种很深的戒律来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你能吃？我们受不了那种特别严的那种戒律。就可以吃。肉也不是最重要的戒律。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刚才你所说的那些。不能谈恋爱。对。杀生啊，那种女啊。那你都吃肉了，就只要不是你杀的都可以。是的，是吧？可以，也不是可以，我们就吃一些大型动物的肉，什么鸡呀、鱼啊这些都可以。我们不吃肉不是没力气吗？尤其是高原，我们不吃肉不行。对啊，高原不吃这种带糖分的东西，带这种碳水的东西不行的，还有带这种。昨天那个活佛也很瘦嘛，瘦的。对。好多年没吃了。好多年没吃肉了。他到了后上以后，闭关以后肯定没吃吧？没吃肉。他闭关以后就没吃。他今年59岁是吧？对。但他这样坚持的有些有。都身体怎么？对，因为我看他上那个坡的时候还拄了个拐杖。对。他可以戒一段时间，吃一段时间，这样还是可以。对。长期不吃不行。我觉得长期不吃。很多素食主义者。因为这个原因吧，然后藏传佛教这边吃肉不怎么重视。养老的话，家里人会管。那你爸爸妈妈老了，那谁来养老呢？谁来养？他们自己还有。对啊，那你老了之后呢？家里人还是会管。你怎么管？他们的后代帮你养老是吗？对。比如说，我跟你说过嘛，一家子会有2、3个那种，要是那样有的话，就小的就有的话会养。你弟弟妹妹。侄子的，就是哥哥的儿子呀，有些有些没有。Hello。走吧。哎呦，今天天黑了我就没走，明天早上走太黑了嘛。刚刚我给你发消息怎么没回我？念经了，你现在念完？你饭吃没吗？还没吃啊？那你煮我吗？这个擦一下。这是擦干净。这个擦一下。你擦完没有？现在擦完了。快擦完是吧？好，那你慢慢擦，我们等你。没事。我本来想找你下去玩的。对，你们这边这个庙里是不是只有你朝拜过？就是去西藏。以前的有。以前的老人有是吧？就是像你这个年纪的现在没有。年轻和尚就你一个是吧？这你是吧？果然那时候沧桑了很多。你那个时候才30多岁是吧？就是也是游客拍到的。是的。然后发给我。这个我鞋子。哇。这等一下，你们磕头是要用这个鞋子前面垫个什么东西吗？是的，就是摩托车的。对，我知道，我上次拍了个老阿姨也是，她需要垫一个，在这个膝盖这弄一个，是吧？是的，摩托车的。对。摩托车的那个轮胎嘛。轮胎我知道。这个是皮子做的，皮子。就是羊皮。羊皮做的，就是一很久就是弄坏了。就是一点。我天哪！那就是说旁边都是那种大货车，你们也不害怕？特别害怕，有些时候这样的，就是这磕的时候，就是
压过去的对，有车有，很危险。有啊，有的有特别有。啊，从下雪天出发。你是冬天开始的吗？冬天开始，冬天就是1月份。1月去的吗1月2月份去的。你是几月到的呢？哪里？就是你到了日喀则是几月份？这个有2年了。日喀则到底。哦，对。就是冬天嘛。也是冬天到的。就是过了2年啊。哦。就是这个国内就是最好的就是我们这个藏区。哦，投身做的是都是藏区是吧？藏区。你们都希望下辈子还投胎到藏区。就是。就不想当其他人。是的。就不想当外国人。最高的境界就是要成佛嘛。成佛，但这个不可以的话，就是我们以后就是下辈子还当藏族人。当这点，在这里就是阿里地区。他们还有文化自信。拉萨的这里，因为就是这边就是深入就然后就你还要继续那个休息的话也可以嘛，就是有缘分嘛。万一你那个生在那个就是非洲那边的话，就是跟你那个佛法就得离太远了，教的人没有嘛，哎呀吧。对。教的师傅人没有嘛？对。佛法的那个寺庙没有嘛？然后传承的人没有嘛？就比如说你跟外国人嘛，但那边就是外国那边就是黑人啊，他们就是他们地方就是佛法一点都没有嘛，一个的，他们就是因为传不过去。他们就是眼睛也看不到，就是耳朵也听不到，然后他们休息的没有嘛。我们就是国内中国这边就是，比如说就是寺庙有很多，就是佛法什么自己修。自己有信仰就自己修的就什么都齐全嘛，就是缘分多嘛。那边就是他们黑人，他们就是真正的想修的那个佛法的话，他们就是。对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好有意思。黑人这个例子，再有继续。这个就是福报的那个就是敬礼。对，说吧，你怎么会想到黑人这个例子？这个太搞笑了。我觉得你很有意思。就是的，我们这边就是佛法里这样讲的。那如果说投生成了黑人，那我来到中国学习也是一样的呀。这个应该你心里这个想不到。什么想不到？那我作为黑人，我比较喜欢这个文化，我也可以信仰啊。这个就是你就是以前那个就是自己之间没有福报的话，应该遇不到。就是你们那种在小黑屋闭关的，就是习俗，现在还有吗？就是现在还有那种在小黑屋闭关的习俗吗？要闭关要必须要冬天闭关那个。就在小黑屋要冬天。要冬天闭关。就现在不行是吧？现在不行，现在做就是那个湿气和那些气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冬天就是不好的。哦。他们这边的就是寺庙的和尚会去这种小黑屋闭关吗？也有。本教的地方每个寺庙地方有。哦，几乎每个和尚都这样闭关过是吧？对。本教还是闭关那个是。哦。现在起码冬天很多人做的这样。就是冬天很多人闭关是吧？冬天很多。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那种就说闭关的小黑屋呢？有。在哪里我没看到。这地方，这地方是那个是闭关那个必须要3年要过关，1年有一个过关的有。这个寺庙里面没有。这个寺庙其他寺庙里面很多。3年这个什么意思啊？3年要闭关要有一个过关。
哦。要一步一步要修的要过关。就说你闭关3年，然后就要考一次试。考试要过关。就是过了关，然后再闭关是吧？对。就是说不能一直闭是吧？对。随时可以闭的不是，要过关。我就说你闭关就是修的这些东西，他要考察你是吧？对。好吧。哇，原来是这样。就是黑闭关是很难的是吧？对，很难的，有些人封的有。封的是吧？就是完全的黑的屋子里没有光线。没光线，有些人封了也有，有些是做不成，做了7、8天，就是他又必须要出来，不许他又封。反正就是我要闭关完整就要49天嘛。49天。就少1天都不行。不行。就是这49天就要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线的屋子里是吧？对。我的天呐。那你什么时候黑闭关呢？黑闭关是我做了5次。做5次？做了5次了已经。做了5次是吧？就现在不会再黑闭关了。咱不要做了。我其实很好奇，就是说你们闭关这么久，就闭关的时候一天到底会做些什么呢？我跟你说一天有任务自己，一天打4次打坐。4天。早上2次，下午2次。念经也是4次有。4次是吧？4次有。大概要念多久了一次？一次要半个多小时，1个小时，那个是长和短很多。就是要打那个鼓是吧？打个鼓也可以，不鼓也可以。我其实冬天还想来你们这儿。冬天你闭关了是吧？对，好像点不到，今年是冬天。就是你在刚刚那个屋子里闭关是吧？对。就是不开门是吧？不开门，但是我年纪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就是要闭口是吧？懂了。不能说话，念经打坐嘛。从9月21号开始是吧？对。那不是你过年也要再闭关？过年是我们出家人过不过年无所谓，现在就。过不过年无所谓。无所谓了。最重要是身体好。那你家人会来看你吗？过年的时候？我过几天打个电话，不要来说了。就打个电话让他不要来找你了。不要麻烦他们。我每年就是想去的地方就是五台山。五台山。我知道。五台山。我知道那边是修行嘛，也是有很多嘛。五台山就是那个山，就是神山一个是，那个也是以前是我们本教的神山一个是。五台山是你们本教神山？对，那个山也是活动也很多。历史也很长。对。我们藏族人大部分，我们这是本地，我们这藏族地方，藏族每个人都是一辈子一次必须要去那个五台山但是我条件不好再看情况再走。那你们不是你们苦修，家里会给你们钱吗？钱是给，但是很少，他们也是不愿意给，我们也是不想收。他们不愿意给，不想收，不是说你们这边就是家庭就是很愿意就是帮助家里的修行人吗？这个是各种心是不一样嘛。你也不进去，果然是家人。念经跟你们就跟老师一样，有什么好看？对，就是上面的和念经是吧？上面修行的念经是吧？练功他们还敲锣。对。我今天说的下面在念经嘛，有个家。听见了。他们那里。今天我们念经去了，刚刚回来的。你也去念经啊？你去给他们念经是吗？对。就我们刚才下去那个。是他们指定念什么经，你们就念什么经。需要念什么经？还跟打工一样呀。相当于一份工作嘛，是吧？就由老板找就去念是吧？从这里有免费的东西。那你说为什么藏民他们自己不念，他反正都认识？那个怎么可能？不会念噻，只能用我们这种身份来念。红袍加身。对。是这个意思吧？没有工资，我们那边就是念经赚钱嘛。对。没有其他收入。然后他还说，就是香火有时候是给你们可以拿吗？香火我们怎么可以拿？对啊，那个肯定不行啊。那是什么呀？就那不是
有些人特意会给他，特意这是香专门给火，这是给你自己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哦，跟他说清楚是吧？哦，对对对。那里面的这种香火，它最后会给到哪里呢？就是像，就是为了修缮寺庙这些是吧？哦，那我懂了。就是说捐到里面的那个钱是不能动的，谁来收呢？我来收，后来要弄到总部去。那他怎么知道有多少？这个就看自己了，这种。懂了。这些都根本不用算账。对。哦，难怪他说就是那些其他寺庙很多游客的那些和尚，他们就有很多的资金来源，就可以去周游，就可以换游。然后像他们这山上就游客很少，就没有办法，一点点资金都没有，就不能出去看看，就没有什么财富来源。对，上面那个和尚说他想去成都，但是他没钱，他去不了吗？是不是？也说的，也就讲过去。那是不是因为他家里没有人供他？出家了怎么可能供嘛？谁说的？你不是说你们家人供你吗？房子供啊，吃的会供啊。对啊。房子。但旅游应该不可能吧？是吧？房子肯定要供的。对啊。哦，是这样子，就是这种大开销供你。万一你得个病啥住院的，他们肯定会出呀。是吧？对，就是这种玩消遣就不给你供。那你都修行，那肯定不会啊，是吧？他们也知道你应该要多少，应该花多少。哎，那就跟大学生一样。哎，一模一样。对，差不多。哇，你们当一辈子大学生。来了就饿不死嘛。对，饿不死。但这样其实很自由，是吧？妈妈肯定可以赚点小钱，念经嘛。对，念经，然后这个钱就可以自己去旅游，是吧？对呀。旅游的钱都赚。还又不用养小孩，又不用养父母。确实够花了。因为这边它整个地区它是那种信仰文化，它那个家庭它会有那种信仰嘛，是吧？哎，那你说家里是不是就是女生的话，如果去当尼姑也很自豪，家里面？对，一样。哦，就尼姑和和尚都是一样的。就和我们那边，你如果说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家里会很自豪一样，是吧？这边也是差不多嘛。你去当僧人，然后说就那种修为很高，家里会有很好的这种骄傲嘛，就这个意思，都一样的。那是不是想当和尚也挺容易啊？就是我想当，我就可以送出来。可以。那每家都有骄傲啊。对啊，就是因为每家都有。对，分地区，像卡美那边，他们很多家庭就没有小孩去当和尚吗？卡美一期那边只有2个吧。对他们很少。我当时问过他们那种年轻的小伙子，说他现在年轻小伙子因为有手机嘛，就年纪就肯定不当和尚。对，肯定就不去了吗？我们就是从小几岁的时候就当。你后悔过吗？我不后悔。你也不后悔？很自由。谁是后悔？他说后悔吗？确实没有人。可能真后悔了也不会告诉我，是不是？肯定是。后悔了也没办法。对。